他又要压线，你看还是不行。刚才还说是不是压线解决了呀？不是，肯定不会解决呀，是不是？解决是肯定不会的，因为没有做版本的训练。他要去那边，但是我走到这边了，我这边这可以的，没问题。这边是虚线。所以有很多人说在那个扣分干啥？其实这个东西你也可以说拿着这东西去黑他，也可以说是个事实，它并不是无中生有的。但是说实话，现在也只能去找他这个毛病。去鹅岭2场玩玩，温度适中，天气好。他让他，就是最终他还是感觉他不想过，走了。其实这个反应不慢，只是说对这种两边有车、单车道有人，然后就格外小心一些。上次这个地方，这地方有个人开过去，就是绕了一下。为什么要逆行？有一个那个啥嘛，是吧？我稍微加一下电门，他走的慢一点的地方，我可以这样去控制。想自己走快一点就快一点，想慢点就慢点。他还是想让这个人离老远了，还是想让。所以我觉得后面的版本这种那个窄路可以优化一些。其实他的能力应该是很强的，你看他还想让他，人家不走。去鹅岭2场玩玩，这个点应该算早高峰嘛，8点半。昨天晚上特斯拉加22%。现在21。是柏树堡立交是走大道是吧？对，这一段很堵，然后要汇入一个匝道，河流，那个后面就不堵了，还有一段堵的，这一段比较堵，毕竟早高峰的时候车多。之前想这种路，你看，其实每个车自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车道，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，我们就刚好压在这个线的中间，就觉得这种可能他就不会走。但是现在看，其实这种情况他就不按车道走了，跟车道没关系了。这边离得好近，我打开这个摄像头，你看一下，离得很近，就是差一点就能蹭到那个反光镜。他后面的车还是没让他，气得他往前走。但是它这个整个的过程没有急刹，你看刚才这个车一个急刹，这就不舒服。
你没有急刹就没有停，这种慢慢的这种走就很舒服。你看这开车又一个急刹，就是心急啊，就是觉得怕别人就是不让他，或者是插不进去，那就是人一开出斗气车就那么个意思。你突然就急加速过去，一个急刹，就感觉就赌你敢不敢撞我，就感觉很容易开出来那种斗气车。他不走这个是知道公交车道了？不大可能啊，公交车道他怎么会知道啊？本身觉得越堵车的这种，不能使用自动驾驶，手动去开，肯定因为他开可能就是说的不舒服呀，很机械化呀，不人性化呀，肯定觉得这样。但是经过用这么长时间，就觉得越这种路越想让他开，自己开就很难做，就不舒服，走走停停的不舒服。他开着你不用我开嘛，是吧？而且他也不至于说，哎，我那个想变道过不去啊，或者是或者是就是不让别人啊，或者是让别人，就是时机把握不好。哎，但现在看看很好。处理得非常好。我说人力开车要向 FSD 学习这种加塞啊，这种拥堵路口的处理啊，它既不会不让别人，又不会自己完成不了这个变道或者是加塞，这个其实就很好。它现在好一点，之前就是有几次他比如说要进这个右侧辅路吧，他到最左侧去走，快到前面了去加塞啊也能塞进去，但是多多少少就是前面有白线了，白视线了，可能要压一点。你看他肯定会让这个车打着那个转向，这个位置他肯定会让他，就是他不会说，哎我不让你，我顶到前面去，就和他开出一种那个斗气车，他不会这样。你看他都没动，就让这个车，就是他知道这个车要过来，而且人家打了转向。其实这个自动驾驶这东西啊，一定要自己试，而且不要去那个，就是那个厂家就是试驾车规定的那条路线去试，它这个东西里边猫腻挺多的。你比如说我经常去，就是我试驾车吧，我就让它从我们的这个店出来到某个地方，然后从某个地方再回去，它一直走这条路，就这条路它就有猫腻，它可能会给这个路打卡，或者是那个专门做一条图。做一条那个高精地图，就是这一条路走的就非常完美，就因为有非常完美的数据。但是呢，你自己回去之后，你不走那条路啊，是不是？那只是他厂家走的那么一条路，那可能就会有出入。因为这个我自己经历的，要求换个路线人家不换，你就只能走他要求的那个路线。但坐别人的车再走，那感受就不一样，差距挺大的。它这种停车无感停车特别舒服，就是从走到慢慢到零到一到一到零，没有感觉。就是人很难去控制的这么好，尤其是慢速，快一点，你看你跑个30、50就定在那个速度容易，是吧？跑100，但是它这个你看这种2、1、0，就这种没有感觉的停了，就这种感觉很好。人很难做到这么精细，也能做到，就是但是那个脚很累。那他这个走法是非常对的，因为我们要右侧匝道那边，他没有去左侧，就是更快的过去之后往那边插队。我是不喜欢那样去插，那样插肯定是要快一些，但是你都过去插队了，这边那不合理，那边就堵了，会堵了人家直行的这个路，也会，反正不是很好吧，我觉得。有一次我从这个地方走，他去了那边，去了那边，去了那边很奇怪，这个地方你看一个三角形的，过去之后立马又绕了一下，就他觉得这边堵，那边没有车，他过去那边绕了一下，我当时都懵了。你看这个车，你看那个能看不见现在，那个面包车和这个车就是过去绕了一下，就他觉得这边车多，去那边绕了一下，那边是那个不是实线的，是虚线的，是可以那样走的。
我都没有想到过，还可以这样走。那当然，他这个也可能是过去绕一下，也可能是怎么样，就是他走错了，本身是直走，他走错了，走到那边，但是他瞬间又发现是要来这边，又回来了。你看这种打转向灯的，他都会让先让他，这个要出来的，但是他这个没有停止，就是慢慢的这种往前走，没有停止。这边又过了一个，直接顶在咱前面了，他肯定要停止了，但是他停止我没有感觉，知道吗？没有任何的感觉，就我都不知道他停了。我如果闭上眼睛在这儿，我不知道他停了。所以说就是你看着他让了别人嘛，让了，但是又感觉没让，为什么他没让？这句话好像说了好几次了，就为什么感觉没让？因为他没有让我没有一脚刹车，让我感觉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监督版的这个自动驾驶 FSD， 那如果后面是无监督呢？就是我们可以不看路，就是我们可以该干啥干啥，他干的是你跟我没关系。就是自动驾驶越强越好，它越会让你就是你就是没感觉才行。如果后面到了无监督版的，然后你在这儿不管玩手机也好啊，聊天干什么也好，突然给你来个急刹车啊，突然给你一个那个顿挫，你敢用吗？不放心，不好用。所以说这个舒适度是自动驾驶最重要的。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看前面就比如说一个道吧，那个就是可能前面车跑30多，然后他不去超，有视野他会超。如果视野不好，比如说前面是一个弯道，这个距离如果我们自己开的话能超过去，但是他开可能会不超。为什么是这样？他能不能做到那个超？他肯定能做到，他能做的比人还好。但是为什么不超？因为你要是那样的话，人就不舒服了。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咱们那个去超一个车的时候，那个对向，因为重庆这边弯道多呀，山路多，如果有那么100米，我们可能或者50-60米，我们都有可能去超，因为你只要提速足够快嘛，是吧？一个地板垫0秒3-4秒，直接刷就过去了嘛，是不是啊？那你过去了之后再回来，那这个过程就是人开是可以的，我知道我要油门就是我要那个侧0-100了，唰过去了。但是如果是自动驾驶开呢，你在这玩着，或者是他突然给你一个0-100，你觉得你舒服吗？合适吗？所以说他不可能那样做。那我觉得最终都不可能有这个那么激进的自动驾驶，他不会让你把我们让我们处于这个危险的境地，就是他要保证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去做，至少不能因为他去没有把握的去超这个车，然后对向来车或者对向是个弯道没有视野的超车，他这个是不会做的。那如果是个大直路，哎呀，一看前面没有车呀，老远了没有车，他就会去超车。但是重庆那边就是那种小道啊、国道啊、山道啊，很少有那种老长的100-200米的，没有，基本上没有，都有弯，都有阻挡视野的。经常出现这一个无网络连接的情况下导航，我都不明白为什么。为什么呀？我这网络可以啊，这网络这不都有啊？你看，吓我一跳，那么大声的，网络都可以啊，为什么？哎，现在又好了，经常出现的一个。其实你说这个压线这个事儿啊，压白实现这个事儿，其实，咱说那个特斯拉的 AP 啊，AP 没有 EAP， 就是 EAP 就是增强版的这个 AP， 然后就是所谓的3弯那个当然是没什么作用的，就是 AP 是车道保持嘛，在车道里边居中，然后 EAP 是能打灯变道，打灯从这个道变到那个道，那个高速上会自动从来回变道，但是它还是遵循了一个变道，就是我这个道就是线依赖这个车道线，没有车道线是不行的。就是咱一说那个 EAP， 它是能变道嘛，是不是？你在高速啊，在那个这些市区啊都可以变道。但是呢，它打灯可以变道嘛？比如说咱现在是个 AP 吧，咱打个转向灯，然后它就要变到右侧道，很机械。你比如说这个前面有个车吧，它就不会就是说超过或者怎么样去变，就会一个急刹，就是保证一定的距离，然后变过去。它是这么一个东西。但是如果有实线，它就不会变道。你打了灯，它只会显示那个转向灯，但它不会变道。什么意思呀？就是 AP。他知道不能压实线，这就是给他的一个规则。但是 FSD 基本上不去管这个实线，
他不是不知道那是实线，他知道。你看他识别出来这是实线，你看那边是虚线，他知道，不是说不知道，他眼睛看到了。你看现在就压到一个这个白线的角过来了，这个我觉得没事儿。那他是不是又想压线过去啊？没有，就是这种他其实很大概率要过去的呀。为什么现在这最近好久不想去压了？但又不是说完全不压，就是他其实知道这是个实线，不能压的，就是不能压的话他就不压了。还是一个那个没有告诉他，就没有训练他说，哎，这种不能压。你看刚才有一点傻，就他想往右变道，一看那边不是道，没有道，变啥？10秒，这个诚信的这个每个车道上有一个灯啊，这个他识别是很困难的啊，没有特殊的训练是不行的，有很大的概率是错的。你看他这种时机把握的非常好，后面的车这种之间这个啥，关键是没有刹车，就没有加速减速的感觉。不能说没有，是非常轻微。那走得很好，我自己走还经常走错，这地方实线不能压，有时候错过这个路口了。其实我在重庆开车还习惯了，也没有觉得重庆的路多难，但是也经常会走错路口。但是你要和普通的那种城市去比，确实是难，确实难。而且重庆没有一条路什么东西南北，它不标这个。你看北京的路就不一样，每个路口每个牌都会有哪个方向是北，它给你标出来。因为北京就没有一个不是正南正北的路，有极少。我找了半天地图上没有极少，基本上就是有些小道可能稍微斜一点，但重庆没有一条正南正北的路。所以说这边不说东西南北，这边房子也是，我北方人，我喜欢那个住那个南北通透的啊，那个，但是这边买房子就很少，这种就很少，基本上没有啊，但是也能买到。就是他盖那个房子盖得很随意，就是他不给你搞这个我要朝南呀，那个，他不搞那个。你看这些房子，看这个朝这儿，那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，没有规律，他们也不看这个，就好像就没有那个需求。让他往这边绕一下，我就知道后面有摩托车之类的，就是他给他同一点空间，给他更大一点的空间让他通行。又往这绕一下，还是摩托。其实我觉得自动驾驶啊，你必须它四周权限或者说它能力是一样的，你不能因为说，哎，我开车主要看前面。之前我有个朋友吧，我们开车一起出去走过，往这拐是因为这边有摩托有，但他这个拐，我说实话很舒服的那种感觉，它不是那种任何的那种，就是让你感觉不舒适的那种，就很非常小的幅度的一个比较平稳的。我和一个朋友出去玩，在开车的时候，他开车我就感觉挺吓人的，他就一直跟我说，你开车不要看后面，你不要看后面，后面跟你没关系，就是你该拐弯该干啥，你别看后面，后面追尾的是他的事儿。其实我一直都不认同这个事情，开的挺吓人的。他开的时候我就感觉很害怕，就有的时候一下憋过去啊，一怎么样，后面车就得让他，其实挺危险的。但是就是我觉得什么意思啊？人开车也必须看后面，你不管是干啥，你要看后面，你不能说我不管后面，后面是你后面的事儿，是吧？你肯定要看。那自动驾驶也是，你肯定要看，不光是后面、侧面、左面，就是各方面的都要看，就是而且权限都是一样的啊，你不能说和某些车一样，前面这有个激光雷达啊，它那个因为它所谓的使用激光雷达就是依赖这个激光雷达嘛，就是它的视觉不行。有些人说，那人家有激光雷达也有摄像头啊，它有摄像头不代表就摄像头和摄像头不一样，是不是啊？它不是一个东西，你的算法就跟这个摄像头是什么呀？是眼睛，就相当于是个眼睛。那这个他看到的画面怎么样？就是比如说咱们人类吧，你看到这画面怎么去分析啊？那是个立体的还是啥？多远多近？我怎么样去做？这个最终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大脑。大脑把咱们这个视网膜成的这个像那个显示出来，然后分析、识别、处理，就是最重要的是那个大脑。有眼睛的可能很多，就是当然现在的生物吧，这眼睛和大脑配合的都算是很好的。那别的生物咱不知道啊，咱不知道它到底看到的是什么东西。就是最重要的是大脑，你这个大脑决定了你这个啥嘛，是不是啊？决定了你这个素质嘛，决定你眼睛的这个，你看到的东西怎么处理是大脑。就是你只是有那个摄像头，但是你摄像头后面的大脑你处理不了，和没有一样。因为特斯拉说实话，就是咱们人类看到的，哎，是前面是辆车，前面这个车多大，是个什么车，是个啥，怎么样，他往这走。其实特斯拉看到的不是这样的，他看到的不是说，哎，我看到是辆车或者是怎么样，
你看这个出现了车是不是？这只是让我们看的，是个车还是个摩托车？现在它这个模型很少，有摩托车，有车，有行人，有自行车，还有啥？有狗，有狗的模型，其他的没有，就这几个模型，很少很少的。他看到的任何东西，你比如看到这个东西像个车，他就套在这个车的模型上；他看到那个像个狗，就是套在狗的模型上；他看到像个人，套个人的模型上。就除此之外没有，他看到其他的东西都，你比如那一个柱子啊，这是那个这个线，他就能看出，就是直接线就线嘛，平面的是吧？然后你看到前面一个柱子，看到前面一块石头，一堆土，一个啥，对他来说就是他不是我们看到的。他不是说我们看到说是那个就这么精细，他看到的不是，他只是看到那是个障碍，我能不能撞？那个高度是多少？我能不能撞？你看他有的就这么高的10厘米左右的这种这种东西，他不管它，没事。好像超过10几，超过13是10几厘米，他就会做避让，就是他知道这一个。今天这个也算是早高峰吧，现在刚9点。这个咱走哪个道是对的？应该走最右侧道啊，这个道不对呀、那这个是不行的哦。哦，前面有一个虚线能变道过去，前面有个虚线，有一段虚线，有一段虚线，现在是实线的。再往前走一段，你看这百度地图多好，它告诉你，就是 FSD 如果看会了百度地图就厉害了，就知道你哪个地方能变道，哪个地方是实线，哪个地方是虚线，哪个是虚实线，哪个是黄线，都给你标的非常完美。那这个就是一个违章，他压着线过去了。哎，我也奇怪，你特斯拉怎么现在不违章了呀？不是也不能说100%不违了，你不压线了吗？你这以前的话，它不直接就过去了吗？那现在竟然不压线了，你说它是不是后台有个东西能调啊？调它的这个东西啊？我看它到前面那个虚线的地方会不会去变道？不变道的话，过去应该不行吧？我看一下啊，这个，必须要过去，不然的话就要压线。你看百度地图给你标出来，你在哪个地方应该走哪个车道，就是你现在就应该走最右侧车道，或者前面这地方变过去，不然的话前面就要压线，就要压线。那前面再过去，这2个车道都能走，就是你随便都可以，根据自己的需求。所以说这个百度地图做的特别好，特别的好。你看，这又到了这个地方又要走最右侧车道，他就告诉你了。然后这个过来走左侧，但是说实话 ，FSD 它不会看这个地图，真的不会看。他会看的话，就不至于这样。前一段时间他们说百度和那个特斯拉合作去，我觉得可能就是让 FSD 和地图之间做一个沟通。其实它这个难不难？可能挺难的，因为 FSD 它现在是这种那个大模型训练的，就这种大模型它很单一的，就是我开车就是开车，我干这就干这个。你让这个大模型去干别的它不行，就可能要加一个大模型。我也不是很懂啊，我觉得是这样。马上到这个虚线的位置了啊，到虚线位置看会不会变道过去，不变的话就肯定要压线过去，不然就过不去，不然就会走错路。刚才好像过来的时候就没有机会，就是过来就是实线，是不是？从那个道，要不然再早一点去变到最右侧。这个车也是想进去是吧？要不说就是他知道这个地方，要不说就是这个他不知道要变道，他就要一直走，然后到前面了可能要走错路，或者可能要变道。快到能变道的地方了吧？快了，快了。你看百度标的准不准？你看准不准？你看虚线来了，准不准？特别准。他没有想变道啊，那肯定要走错呀，那就要走错，要不然前面就要压线。你看，不是啊，他要压线，那我接管一下，他要压线，那这个肯定要那个不行了哟，他还要压线，就压线过去，就没变道过去，这他的一个问题。那咱们就走错路吧，从这边再绕一下吧。所以说他要学会看这个地图就行了，他不会看。但刚才呢，他实线不压，就很奇怪。那后面呢，他又不管了，又要过来压，因为那个有变道的时机他没变，就他觉得我就是开始他没觉得要走右侧车道，就如果你会看地图呢，我刚才为什么知道呀？我看了地图啊，是不是？他没看，就这也行，这边比那边要堵一些。
快到了10分钟。那特斯拉现在要解决的问题，灯压线，还有一些就是一些特殊问题吧，比如说倒车权限。你看这些人开车，一下一个急刹，一下一个急刹，很不舒服。我自己开车也不会那么急刹的，但是我肯定没有他开的这么稳，就是这个速度控制的没有这么好。你看他这个很迅速的，说快的时候就快，说慢的时候就慢。哎呦哎呦，他又要压线，你看还是不行。刚才还说是不是压线解决了呀？不是，肯定不会解决呀，是不是？解决是肯定不会的，因为没有做版本的训练。他要去那边，但是我走到这边了，我这边啊，这可以的，没问题。这边是虚线，所以有很多人说啊，在那个扣分啊干啥？其实这个东西你也可以说拿着这东西去黑他，也可以说是个事实，它并不是无中生有的。但是说实话，现在也只能去找他这个毛病，其他的也找不大出来他的一个问题。你至于说是变道不那么迅速啊，这个都不是问题，这个就是一个阈值的调整问题，这个非常简单。你保守一点还是激进一点的一个问题。就如果就咱们刚才走的那个几个地方，它不是实线啊，就是虚线，都可以压，那就做的比较完美的一个，就是无接管。那他要压线的，我肯定要接管啊，是不是啊？那个尤其那种长实线，上面有摄像头的话，我觉得可能会被那个拍吧。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压线被处罚过，在重庆。压线还是压线呀，不是下一版也没说什么时候推呀。特斯拉这东西就是这样，它不跟那个其他那个公司一样，我们要几月几号，大约几月，什么时候推什么版本，他不说。他没有个预期。你看我们那个2月25号推的 FSD，2月24号晚上开始传要推 FSD， 感觉跟搞笑一样，不大信。但是官网上出来了一个，上次去的这个地方健康路啊，这次还是走健康路啊。鹅岭正街走这个健康路这边。你看，就看着那边有个人，他以为要过马路的，这个就是需要特殊训练一下。这个走的就不对，那边啊，他也是想绕一下，那边其实有空间过去的，但是他现在在这个位置就不是很好过了，这个车不走的话不是很好过了。但是刚才他不知道这个车是要进这边，就以为顺着走的。这个倒车权限很重要，有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是需要就是稍微倒一把才能过的，然后没有倒车权限你就不行，要接管。这个出租车是干啥呀？不走掉头。感觉跟到了秋天一样。看着人往这跑，往这稍微绕了一下。就是如果你这人是顺着这个路往这走，或者横穿马路，它处理都很好，这种它会减速啊，但是它不会有那种特别明显的那种啥，就是有个人站在这路边，就是站住不走了，哎，他就觉得可能是不是要那个过马路啊，就会要停止。这个很窄，这个地方。前面到了500米，700米。你看这些路上这个车呀，这个他以为这个人要过，我稍微就是后面有车，别让他等。就是这些摩托车呀，这些那个障碍啊，摩托车才能识别，但是它基本上没有识别它，包括这个路上这些柱子呀都没有识别，就使用这种像素去。刚才那会儿咱讲的特斯拉那个没讲完，
特斯拉他看到的，他不管你是个人还是个啥，他是分析的是像素、光子。对的，有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咱们看不到有个人出来了，他也没看到，但是可能会有影子，光线会有变化，他都能做出识别，因为他看到的就咱们看到的是个人，他看到的不是人，就是到了，哎，这边拐过来就到了，它怎么停止了呀？啊，它是这样，你看这个导航是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咱们这个地方就是离这个定位的地方是最近的，他就以为你在这个地方就要停，但是呢，导航是从这儿拐过来的，所以说这东西它不看导航，它不是跟着你这个导航路线走，它就是往这个 GPS 的这个定位的这个点无限靠近，大约是这么想的。但是这边拐过来更像，所以说它还是没看地图。其实特斯拉要给他把这个图让他看地图，就是但是不让他不需要让他看那个地图的别的信息，就看这个地图的路口啊、线呀这些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我们到这个门口了啊，视频就拍到这里了。好，谢谢大家啊。